Hello， 大家好 ，Hello， 我是天。近期 vivo 就发布了 X 系列的新品，全新的 X100 系列，其中 vivo X100 Pro 就号称 Pro 也能拥有 Pro Plus 的影像实力，用大杯就可以打有伤的超大杯。那么它的实力究竟如何？能不能做到像官方所说的影像天花板的水平？我们现在就先来一起看看它的手机配置。vivo X100 Pro 一共有推出4款颜色，分别有落日橙、星际蓝、橙叶黑和白月光。它还有支持 IP68 级防尘防水。vivo X100 Pro 的前置镜头是采用了3200万像素的人像镜头，后置镜头是使用了 IMX9891英寸主摄，再配上一颗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摄像头，还有一颗蔡司 APO5000万像素的超级长焦镜头。性能方面，它是搭载了台积电4纳米工艺制成的联发科天玑9300处理器，再配上 LPDDR5P 和 UFS 4.0的高速存储，还有加入了 vivo 自研的影像芯片 V3 补助。电池的部分，它是配备了5400瓦的大电量，再配上100瓦的超级快充和50瓦的无线闪充。vivo X100 Pro 是搭载了一副6.78英寸的超视网膜8T 护眼屏，再配上120Hz 的屏幕刷新率，屏幕峰值亮度最高可以去到3000尼特。它这次有推出了3个版本，12+256卖价3769，16+512卖价4099，16+1TB卖价4469。它的机身厚度是8.91mm，重量是去到225个 gram。这一台就是 vivo X100 Pro 啦。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开箱，盒子里面会有给你一张说明书，还会送你一支开SIM卡的SIM卡针，也会给你一个透明的硅胶软壳，也有包括一条 Type-C to USB 的数据线和一个原装120瓦的快充充电器。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 vivo X100 Pro， 我们这次拿到的是星际蓝色的版本，上方就有它的3颗镜头，还有一个闪光灯，下方就有一个 vivo 的 logo。星际蓝这个版本的后盖是采用了独特的太阳纹工艺，镜头模组是使用了不对称的日环云阶设计，从下朝上怀抱着镜头模组，就像是日食。这个是底部的 speaker， 这个是 Type-C 的充电插孔，这个是麦克风的 sensor， 这个是放SIM卡的位置，这个是上方麦克风的 sensor， 这个是 infrared 的 sensor， 这个是侧边的音量按键加跟减，这个是开关机按键。从侧边看起来，它的镜头模组会比较突出一点。SIM卡的部分，它可以支持2张SIM卡，但是不支持 memory 卡。vivo X100 Pro 的屏幕下巴也是属于比较窄的，再配上一颗中央打孔屏的 camera 设计。它的处理器是8核，最高可以去到 3.25 GHz。它的 Android 版本是用到 Android 14，系统版本是用到 Origin OS。屏幕色彩它可以支持标准、专业、艳丽，还有支持自适应环境色温。屏幕分辨率它可以支持高清 2400x1080， 最高可以去到超清 2800x1260。它也可以支持视效增强。屏幕刷新率它可以支持60Hz， 最高可以去到120Hz。如果我们想要开启全局固定120Hz屏幕刷新率，就需要去到拨号这里，再输入米井4244井米，再把高刷新率固定120Hz打开，在下方使用高刷新率的应用里面，可以让你自定义选择想要使用高刷新率的应用。内存融合里面，它最高可以融合多16个 GB 的 RAM。这个是主镜头，这个是广角镜头，这个是2倍镜头，这个是4.3倍镜头，这个是10倍镜头。它 zoom 的话，最高可以 zoom 到100倍。这个是人像模式，在人像镜头包里面，它就有风光人像、街头人像、自然人像、经典人像、肖像和特写。这个是夜景模式，这个是抓拍模式。录像里面它可以支持超级防抖，录影画质它可以支持 720p 30帧，最高可以去到 8K 30帧。这个是电影人像，更多里面它有高像素、全景、超清文档、慢镜头、延时摄影、时光慢门、超级月亮、星空、风光与建筑、专业、微电影、美食、UV 扫描、多机位、动态照片。这个是开启了夜景模式之下拍摄出来的样张效果，这个是在比较暗的夜景之下拍摄出来的效果。这个是前置镜头的人像模式，这一组是用了人像镜头包里面的6种模式拍摄出来的样张效果。这一组是用了1倍和2倍焦段拍摄出来的效果，这一组是用了3倍和10倍拍摄出来的，这个是用了高像素拍摄出来的效果，这个是使用了后置主镜头 4K 60帧的帧数拍摄出来的效果，这个是开启了超级防抖拍摄出来的效果，这个是开启了前置镜头 1080p 60帧的帧数拍摄出来的效果，这个是开启了电影人像拍摄出来的效果。这次的电影人像里面可以手动或者自动来切换焦点，切换的时候也可以做到非常的流畅。战斗度跑分里面，它最高可以去到2157272分，它的单核跑分是去到2242分，它的多核跑分是去到7525分。
在王者荣耀里面，它的帧率最高可以去到极高，分辨率最高可以去到超高。vivo X100 Pro 和我们之前开箱过的 iQOO12一样，在王者里面都可以打开游戏超分，选择高画质来提升游戏画面的质量，也可以开启游戏插帧，选择优化功耗。同样在游戏里面会显示60帧，但是实际插帧后可以去到120帧。打了3场排位，平均温度保持在42到43度左右。在和平精里面，我们打开画面设置，流畅最高可以去到90帧，均衡最高也是可以去到90帧，高清最高也同样可以去到90帧 ，HDR 高清最高可以去到极限，超高清要在外面大厅设置。这一次 vivo X100 Pro 的主色用上了 Sony IMX9891英寸大底传感器，覆盖全新升级的梯形镀膜，优化眩光归影的情况。这一次的长焦镜头有很大的升级，带来了蔡司 APO 超级长焦，支持4.3倍光学变焦，等效焦段100mm，进光量相比 X90 Pro Plus 提升了97%，而且还多了浮动镜组的设计，带来了微距拍摄功能。镜头的功能可以说是相当的全面，这一颗长焦镜头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之下，也能有足够好的成像效果，甚至超过了很多5倍或者10倍光学变焦传感器的成片效果。对于色彩和细节的把控也是一如既往的出色。vivo X100 Pro 在人像拍摄的仪式感、成像效果和泛用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并且在人像模式的肤色通透度、肌肤纹理、影条和人物边缘判断处理上都进行了优化，直出的效果已经十分接近精修后的人像照片。夜景方面，不管是利用主色还是长焦拍摄夜景，曝光、色彩和解析力都能展现得足够出色。主要还是因为大底主色的优势，裁剪放大拍出的夜景也能准确还原夜晚的色彩，黑的纯净，没有过多的噪点，样张生动逼真。性能方面 ，vivo X100 Pro 搭载了全球首发天玑9300和 LPDDR5T， 采用了4颗 X4 大核和4颗 A72 大核，这也让它多核性能达到目前手机 SoC 中最强。根据官方的数据，峰值性能提升达到了40%，功耗则降低了30%，所以应付目前主流游戏都能有流畅稳定的体验。屏幕显示效果上 ，vivo X100 Pro 采用了一副超视网膜8T 护眼屏，分辨率是2800×1260，同时支持 LTPO 和2160赫高频 PWM 调光技术，旗舰机型该有的屏幕数值一个也没有少。最后我们总结 ，vivo X100 Pro 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一款大杯机型的预期，通过3颗非常强大的摄像头和天玑9300加持的底层性能支撑，无论是在硬件配置还是色彩和人像算法上，都超越了超大杯影像旗舰的水准，真正做到了让每个人随手都可以拍出精修照片的效果。所以对于那些热爱摄影、追求高品质生活体验的用户来讲 ，vivo X100 Pro 是一台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也欢迎大家留言在评论区，看看你对这一台 X100 Pro 有什么看法。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，如果对这台手机有兴趣的朋友，都可以点击下方的购买链接来去做下单。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，记得赶快来帮我们做个订阅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